我是说，你跟爸爸分开的话，我要跟爸爸的。啊？你是会给我点外卖吧？衣服会手洗吗？有时间接我上下课吗？这个，小孩很现实的，你也现实点吧。除了我爸，没有人娶你的。你别再撒娇了，会真的变成邻居阿姨的。当红女星怀上了千年老妖的孩子，可她并不知情，甚至还在为老妖抛下她独自离开而难过。回家的路上，女星田静植发现对面有邻居搬家，听人说还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业主，可她正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对这毫不在意。田静植再一次在梦中遇到了薛灵乔，她恳求薛灵乔不要离开自己，可薛灵乔称他们二人人妖殊途，注定不能在一起。醒来后，田静植感到十分恶心，连忙跑到卫生间呕吐。经纪人怀疑她怀孕了，可田静植称薛灵乔是一个基因突变人，自己不可能会怀孕。田静植的精神状态一直很不好。邱老看到田静植在电视节目上出丑，十分不满。原来田静植是他的外孙女，他对外孙女成为了明星十分不满。多年前，邱老在雪崩中存活下来，而且遇到了一个神秘人，他的伤口可以自动愈合，力大无穷。神秘人自称自己被冰封多年，如今已经600岁了。邱老相信了他说的话，将他收为养子，并教他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月白对邱老十分孝顺。田静植走出家门后，发现云珍正拿着白玫瑰花等着自己。他想要追求田静植，可田静植却不想理会他。田静植在超市看到了薛灵乔，他以为这又是梦，便倒地就睡。醒来后，田静植发现自己在家中，薛灵乔仍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田静植感慨这场梦太长了。第二天，田静植发现自己的新邻居竟然是薛灵乔，她如今测出了自己已经怀孕，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薛灵乔。这时云珍打电话过来，她称自己昨晚和薛灵乔在一起，田静植便去找她，询问她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昨晚云珍送田静植回家，此时田静植已经昏迷不醒。薛灵乔看到这一切，质问云珍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和田静植在一起。二人打在一起，云珍不敌薛灵乔，只能不停地求饶。云珍说自己也是一个基因突变人，半年之前，她交往了一个喜欢研究木乃伊的女朋友。她听说某个博物馆里有一个干尸很特别，想要去看。云珍看出薛灵乔只是被放干了血，休眠了，没想到田静植出了车祸，用自己的血救了薛灵乔，还发展出一段孽缘。如今云珍知道田静植已经怀孕，她想要和田静植在一起，一起抚养这个孩子。田静植幻想告诉薛灵乔得知自己怀孕的种种反应，她最终决定不能要这个孩子。薛灵乔一直在暗中保护田静植，还嘱咐经纪人一定不要让田静植单独待着。薛灵乔得知流浪老人收容所3个月前收容的一个老人与自己要找的人十分符合，可那个老人在1个月前就被他的亲人接走了，留下的地址和信息也都是假的。田静植回到家中，发现薛灵乔已经给自己做好了饭。他想到若是薛灵乔经常在自己身边，迟早会发现自己怀孕的事。他决定与薛灵乔划清界限。薛灵乔一直看着田静植吃饭，田静植想让薛灵乔先离开，可薛灵乔称自己一点也不忙，依旧赖在他的家中。薛灵乔询问田静植他希望有什么样的邻居，田静植称自己想要可以帮助自己收快递、浇花园的邻居。薛灵乔立刻答应了下来。田静植见薛灵乔与以往大不相同，十分惊讶。随后，薛灵乔见田静植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扶着田静植躺了下来，还为他盖上了毯子。田静植被电话声音吵醒，云珍自称被人追杀，想让田静植来救自己。原来是云珍背着女朋友在外开房，女朋友追到了这里。田静植使出自己的演技，吓退了云珍女友。云珍提议让田静植到国外去打掉孩子。爸爸妈妈听说田静植身体出现了问题，导致停工，十分担心，于是到田静植家来探望。田静植不小心划破了手，可她的伤口却立刻愈合了。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因为孩子也发生了变化。田静植的经纪人想要住在薛灵乔家中，薛灵乔便给她安排了一间房子。随后，薛灵乔在网上搜索哪些食物对胎儿有害。此时他已经知道田静植怀孕的消息。田静植本来不胜酒力，他把好几种酒掺在一起，想要灌醉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毫无醉意。田静植怀疑自己也被改造成了妖怪。云珍在家被人打倒在地，他以为是 S 组织的人来拉自己入伙，没想到打自己的人正是薛灵乔。他想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的基因突变人。他从云珍的口中得知了 S 组织，这是一个超级人类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的组织。云珍提醒薛灵乔，因为他曾与田静植这个公众人物在一起这么久，很可能已经被蝙蝠盯上了。田静植家中无人，薛灵乔帮他签收了云珍送来的花束。他看到云珍在卡片上叫田静植老婆，气得将花扔进了垃圾桶。薛灵乔让云珍帮自己联系 S 组织，在他的不断恳求下，云珍答应了下来。薛灵乔称他们二人之间本不是会有孩子的，因为孩子的特殊性，田静植连去医院检查都不可能。薛灵乔已经查阅了一些资料，他称这个孩子在田静植的身体里是一种寄生关系，田静植通过血液得到了暂时的愈合能力，不过这些能力都是暂时的，是孩子为了降生而做出的本能选择。孩子需要的能量还会对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因此结束妊娠才是对田静植最好的选择。田静植不想凭借薛灵桥无端的猜测决定孩子的去留，他认为自己与薛灵桥已经分手了，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想再听薛灵桥多说，随即跑出了薛灵桥的家。薛灵桥发现再次有人给田静植寄来恐吓快递，田静植来找他拿快递，薛灵桥称这快递是诈骗犯寄来的，可田静植却不相信。薛灵桥为了查明真相，偷偷潜入快递公司，通过对比快递单号，他找出了寄件人的地址。田静植接了新的工作，准备在家中直播。云珍的前女朋友一直找人监视他，令云珍感到窒息。这时，一个漂亮的女邻居给她发来自己的照片，云珍立刻被吸引，与她相约在后院相见。等她到了后院，女邻居让她闭上眼睛等待。她走上前来抱住了云珍，可等到云珍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的人正是她的前女友。云珍为了躲避前女友，想要住在田静植家躲避一阵。田静植二话不说把她赶出了自己家，没想到云珍竟悄悄跑上了2楼。田静植让冯洞洞把她赶出去，云珍使出技能夺过了冯洞洞想要报警的手机。云珍见田静植不欢迎自己，悄悄潜入了薛灵桥家中。在他和冯洞洞打游戏时，薛灵桥发现他闯入了自己家里，把他打得恋恋求饶。在云珍的恳求下，薛灵桥让云珍今后每天做饭，答应了他的住进自己家里的要求。方晓回到家中，发现薛灵桥正端坐在自己家里。薛灵桥已经断定方晓就是勒索田静植的人。方晓曾经是洪世光的秘书，薛灵桥质问他洪世光如今在何处，可方晓称自己并不知情。他从洪世光留下的资料得知了薛灵桥身份，还有他和田静植的恋情。为了求财，他写信勒索田静植。方晓称自己已经把信息放入一个电子信息内，若是薛灵桥杀了自己，这些内容就会在24小时之内自动发送给媒体。田静植仍然坚持生下孩子，云珍想要做孩子的父亲，可一想到自己的前女友，云珍就头疼不已。云珍偷偷潜入薛灵桥的房间，他发现了勒索信的秘密。薛灵桥询问他联系 S 组织的进展，他称对方约自己明天下午4点与他们的代表见面。没想到来的人正是曾经田静植的心理医生江医生，开车紧紧跟随着江医生。薛灵桥跟着他来到一处秘密基地，发现这里有很多年轻女性正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江医生换上一身防护服，薛灵桥认出了床上的女子正是小燕在寻找的失踪女性。江医生为了防止她呼救，把她的嘴封上，随后拿出一根针管开始抽血。薛灵桥刚刚准备出手阻止，突然灯光熄灭，一个神秘人出手对他展开了攻击。他们的打斗声引来了保安，二人立刻躲了起来。云珍请冯洞洞在自己追田静植的时候做内应，还用一套房子吸引他，可冯洞洞坚称自己不能背叛薛灵桥。薛灵桥回到家中，对云珍讲述了自己的刚刚的经历。他发现江医生在零下36度的环境仍然可以生存，而自己与云珍都无法忍受低温，感到十分困惑。田静植来到盛天娱乐准备签约，却发现盛天总裁竟然是自己的小舅舅。田静植发现盛天的总裁竟然是自己的小舅舅，他让冯洞洞先行离开，自己要单独与总裁谈话。田静植责怪小舅舅不提前告诉自己，月白称自己想要给田静植一个惊喜。田静植本不想签在小舅舅旗下，可听闻签约金十分丰厚，便立刻答应了下来。薛灵桥找到江医生工作的诊所，却发现他已经离职。白鹿悄悄与江医生见面，原来他就是 S 集团的蝙蝠。他知道江医生昨天在制裁的时候被人发现，于是派出狮子替他解围。他还从田静植车上的追踪器发现了写恐吓信的方晓。白鹿悄悄溜进方晓的公寓，破解了他的电脑，设置了拦截系统。若是那封邮件自动发送给媒体，便会被拦截。江医生正在寻找超级人类繁衍的钥匙，若是繁衍问题解决， S 组织也就会发展壮大，白鹿也不会一直被迫伪装自己。田静植的爸爸在舞蹈队打听晚辈的婚姻状况，想要为女儿多做打算。田静植称自己比不上妈妈，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就未婚先孕，不像自己现在才怀孕。话刚一出口，田静植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好在父母二人没把这话放在心上。田静植问妈妈，若是爸爸离她而去，她是否还会坚持生下自己？没想到妈妈竟说孩子是爱情的副产品，若是爱情没了，自己也不会留着孩子。爸爸也认为孩子生下来就是单亲家庭，也很可怜。田静植听了感到十分心酸。田静植告诉薛灵桥自己签了新公司，自己打算不再赌气，等到签证下来后就去国外终止妊娠。薛灵桥想要陪他一起去，却被田静植阻止。二人决定今后以好邻居的身份相处。薛灵桥表示自己会一直照顾田静植。警察对3起女性失踪案并案调查，可这3人在生活中众多方面都没有相似点，小燕感到十分棘手。这时她突然听到一个线索，原来3名被害人之一的丁田在6年前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被人绑架过，但不知与此案是否有关联，警察立刻决定展开调查。云珍和冯洞洞为庆祝田静植签了新公司，为他准备了庆祝晚宴。在晚饭时，云珍当着薛灵桥的面称自己要正式追求田静植，没想到薛灵桥竟以前男友的身份表示反对。月白安排田静植外公身边的岳特助做他的经纪人，田静植见小舅舅为自己安排的十分妥帖，十分开心。薛灵桥看到月白和田静植十分亲密，误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因为他现在只是田静植的邻居，只能祝福他们的感情。
田径直让他摆正自己的身份，否则会让别人以为他在吃醋。薛灵桥只能祝福他们的感情。月白发现薛灵桥竟然吃自己的醋，便主动介绍自己，称自己是田径直的小舅。薛灵桥这才放下心来，很有礼貌地向小舅打招呼。云珍说自己喜欢田小姐的辣，薛灵桥气不过，向云珍的果汁里放了辣椒精，二人再次大打出手。云珍依旧不敌薛灵桥。郊外有2个攀岩教练正在攀岩，他们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山洞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一人打开手电筒查看，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具尸体，二人都吓得魂飞魄散。为了准备直播，田径直和薛灵桥到超市里买零食。薛灵桥称这些食品不健康，悄悄地把购物车里的零食放回货架上。田径直称云珍讨人喜欢，让薛灵桥让着他，薛灵桥便更加吃醋。这时冯洞洞打来电话，称出国的机票已经买好，让田径直准备一些旅行用品。田径直发现超市里的小孩子十分可爱，更加舍不得自己腹中的孩子。小燕接到报告，称在山洞内发现了2具尸体，可能是之前失踪的女性。小燕立刻带人到现场勘查，检验报告称此2人正是郑喜莲和欧阳慧，但是唯独没有发现丁田。2名死者身上有多处伤口，初步认定为失血过多而死。这个山洞就是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可此地十分偏僻，就连警察也需要专业人士帮忙才能进入这里。究竟是何人杀害了2人，所有人都不得而知。此时田径直在家中做起了直播，首先他给观众介绍自己喜欢的零食，可没过多久，他竟当着观众的面睡着了。田径直因为直播上了微博热搜，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人。第2天，田径直醒来发现自己的微博粉丝涨了200万，他起初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以为自己还在睡梦中。冯洞洞称田径直的运势在怀孕之后变好，正是因为怀孕他才能吃那么多高热量食品，又睡了一整个晚上。田径直想到孩子便更加伤感。田径直来到薛灵桥家中，他称自己心情不好，因为后天田径直就要去加拿大了。虽然他早就做出了决定，可等到这一切来临之时，他还是感到无法接受。薛灵桥感到十分抱歉，田径直称这一切并不是他的错。薛灵桥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暗处保护好田径直。小燕找到薛灵桥，询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基因突变人。薛灵桥称那个山洞不只是基因突变人才能做到，攀岩教练和其他专业人士也能做到。小燕称自己此举是过于唐突，可是为了丁田，自己一定要尽力抓到凶手。薛灵桥仍未说出自己在秘密基地看到丁田的事情。云珍为田径直准备了许多气球，想要追求他。薛灵桥看到这一切，立刻把云珍从田径直身边拉开，让田径直正式拒绝云珍。田径直指责薛灵桥太过霸道。薛灵桥觉得田径直十分喜欢云珍准备的气球和花瓣雨，他让田径直一定要拒绝云珍。薛灵桥与田径直分手，就是想让田径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好这一生。如果他和云珍在一起，那他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田径直指责薛灵桥自以为是，他做出的一切都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自己也不需要给薛灵桥的行为赋予任何意义。明天田径直就要启程去加拿大，他感慨自己怀孕后除了吃吃睡睡就没有其他的感觉。正说着，他突然感受到了胎儿在自己腹中动了。此时薛灵桥也感到一丝异常，他立刻向外冲去，田径直也正好跑出了家门，二人相见后便紧紧相拥。田径直随后向众人宣布，自己打算顺应天意，生下肚子里的小妖怪。他还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做单亲妈妈的打算，希望薛灵桥不要自作多情，盲目负责。薛灵桥称自己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而是想要田径直平安。薛灵桥表示自己会拼尽全力让他生下孩子。田径直这才发现他并没有想要阻止自己。他们随后坐在一起观看小婴儿的纪录片，二人十分甜蜜。第二天，云珍收到了 S 组织的邮件，狮子想要正式约见薛灵桥。薛灵桥来到约定好的网球俱乐部，发现狮子正是田径直的舅舅月白。月白提议与薛灵桥比赛，谁赢一个球，谁就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二人使出超级人类的技能，薛灵桥首先赢下第一个球。他问月白为什么要创造 S 组织，月白随后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1983年，月白作为志愿者进入雪山实验基地，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几年。49年解放后，月白走南北做粮食生意。1960年大饥荒，他结识了孙玉，孙玉倾尽所有，给自己医学院的学生买米吃，他们便成为了彼此欣赏的朋友。因为孙玉，月白才决定献身于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解事业，但那个过程十分痛苦。月白在实验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实验后突然发生了雪崩。孙玉担心超级人类一旦回到城市便会无法控制，决定抛下月白，将他留在了雪山之中。外公的寿辰即将到来，田径直询问若是自己未婚先孕，外公是否会和自己断绝关系。外公表示若是宝贝孙女真的怀孕，就赶紧办婚礼。田径直见外公不在意这个，希望他能赶紧和妈妈和好。可外公觉得是女儿一直没有惦记自己，想要一个台阶。岳特助为田径直接下达人面膜的代言，还联系了几家推广，安排了田径直在接下来直播时要吃的东西。田径直见这些自己喜欢吃的，立刻答应下来。他发现岳特助和小舅舅一样都是一个孤儿，感到十分巧合。月白称自己面对人类时常常被看作怪物，只能躲躲藏藏的生活，
自己创立 S 组织就是为了集结同类，终有一天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光明正大生存在人类社会上。薛灵桥不断赢下比赛，他得知组织成员遍布各个角落，只要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正常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便履行了对组织的义务。组织安排了专门的成员负责观察评测，若是存在危害族群的行为，首先便会予以警告，警告无效则将予以制裁。那天薛灵桥看到的丁田便是如此，他曾多次变相贩卖自己的血液，最近的一次甚至很可能暴露他的身份。薛灵桥认为丁田并没有触犯到法律，放干血这样的惩罚对他来说太过严厉。月白称，如今的法律是为普通人而制定的，对于超级人类自然要采取特殊手段，等到社会接纳超级人类之时，自己便会让丁田苏醒。此外，月白称另外2个人的死与组织没有关系，若是其他超级人类所为，他们则会被招募或者被制裁，且绝对不能落入警察手中。薛灵桥称自己需要考虑一下是否加入组织，月白尊重他的想法，并承诺会尽可能为同类提供帮助。薛灵桥拉着田径直去夜跑，田径直担心几个月之后怎么向家人交代自己的孩子，薛灵桥答应到时候陪着他去坦白，他已经做了再挨一次打的准备。薛灵桥询问起秋白的身世，田径直称他是一个孤儿，曾经在外公到雪山探险时救了外公一命，外公便收他做养子。对于小舅的真实身份，田径直称自己一直有所怀疑，他见外公对小舅如同亲生儿子一样，怀疑他是外公在外面的私生子。薛灵桥听了觉得十分可笑。这时田径直感到一阵困意袭来，便趴在薛灵桥肩头睡着了。月白给白鹿送来一幅字画，白鹿一眼便看出这赝品。秋白见白鹿有这种能力，想带着白鹿去下次拍卖会，白鹿立刻答应下来，将医生的实验室搬到了大本营。白鹿认为他在这里经常出入十分不安全，等到新的实验室装修好，就让他立刻搬走。月白认为此时不是招募薛灵桥的好时机，让白鹿继续潜伏。室内的2起杀人案很可能是新的超级人类所为，月白让白鹿尽可能把这个人找出来。月白已经看出江医生喜欢白鹿，他也知道白鹿喜欢自己，想拉拢白鹿以得到更多信息。他想白鹿询问田径直与薛灵桥的感情，白鹿称2人感情虽然分手，但还是可以，他们的感情不一般。小燕得到消息，丁田失踪前将面膜卖给高端护肤品的研发总监，可那个研发总监称自己并没有收到包裹，包裹竟被快递公司寄丢了。丁田的面膜高达5000元一片，警察都认为他的怀疑失踪可能与面膜有关。小燕让下属从面膜入手调查，白鹿把微波炉弄得一团糟，让田径直来帮自己处理。田径直借机从白鹿家里偷偷拿走一本孕期百科书。田径直走之后，白鹿发现自己少了一本书，通过使用自己的技能，田径直立刻发现了丢失的书竟是与怀孕有关。方晓突然失踪，警察通过调查得知她患有淋巴癌，还一直瞒着家人，他们并没有将此案与之前的女性失踪案联系起来。白鹿让冯洞洞给自己带零食，借机拍了一下她的背，冯洞洞不知白鹿已经从中做了手脚。白鹿提取到了田径直的购物清，发现了她怀孕的秘密，他立刻将此事告诉月白。月白想到之前田径直出了车祸，他的血液救了被放干血的薛灵桥，接着薛灵桥用自己新的血液救了濒死的田径直，这也许就是田径直体质改变能够怀上孩子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个孩子当作研究对象，超级人类的繁衍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解决。月白让白鹿等一个时机，雪中送炭，从而得到薛灵桥的信任。此时警察的侦破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们在面膜上发现了丁田的血液。田径直在家中素颜直播，为了讨他的欢心，薛灵桥和云珍都疯狂为他刷礼物。云珍为了给田径直刷礼物，花费了几百万。他的前女友叶笑美发现后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导致云珍在与薛灵桥的比拼中落败。云珍不断向田径直表白，田径直质问他到底喜欢自己什么。云珍称他和田径直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舒服，不需要处处提防，也没想过会被利用。云珍身边的人来来去去，他时常感到孤独。田径直称自己一直把云珍当作朋友，还答应他做自己孩子的干爹。叶笑美来到云珍家门前，想要接云珍回家，云珍吓得拔腿就跑，却被叶笑美一把拉住。叶笑美见云珍常常和田径直待在一起，误会了他们的关系。田径直称自己和云珍只是闺蜜，薛灵桥才是自己的男朋友。为了让叶笑美相信自己，田径直找来薛灵桥。薛灵桥称云珍对自己多次夸赞她知书达理、美丽动人。田径直认为云珍太花心，若是与她在一起，最后一定会分开，不如及时止损。可叶笑美却认为，既然长痛短痛都是痛，那不如痛快的活着。田径直见叶美笑和自己十分相似，决定帮她一把。田径直劝云珍与叶美晓约会4次，若是1个月之后还想要分手，那2人再分开也不迟。田径直从早上睡到夜里11点，却还是叫不醒。薛灵桥见他身体特征都很正常，可他依然昏睡不醒，就算打了营养针也毫无作用。崔导看中了田径直，想让他出演自己的新戏，月白拒绝了他，称这1年田径直都有更重要的工作。薛灵桥见田径直并无好转，想要联系 S 组织，打开门却发现白鹿出现在他面前。白鹿自称蝙蝠，薛灵桥十分惊讶。
白鹿称，他发现薛灵桥是超级人类的时候，薛灵桥已经与田径直分手躲了起来，他只能接近田径直以等待他的出现。如今田径直需要 S 组织的帮助，所以他才会暴露身份。白鹿称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帮助田径直，不过会尽力而为。薛灵桥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答应下来。冯洞洞知道这一切后，发现身边的人竟都是超级人类，吓得瑟瑟发抖。将医生查看之后，肯定了薛灵桥的判断。田径直作为普通人类，很难为超级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他为田径直注射了专为超级宝宝研制的营养针，田径直在1个小时之后就会苏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养针也不一定会发挥作用，这只是暂行的方法。如果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措施，在生子之前，田径直也许就会耗光所有的精气神。田径直醒来后，发现身边的人竟都是超级人类，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田径直见身边的人都是基因变异人，并没有责怪白鹿，还拜托江医生今后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薛灵桥不想让田径直知道的过多，对他隐瞒了月白的身份。他对丁田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白鹿称，丁田今年26岁，在6年前被绑匪绑架，后来绑匪发现绑错了人，便把他扔进了大海中。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丁田便变成了超级人类。田径直和白鹿一起下跳棋，因为白鹿在变异过程中进化了电脑，自然技高一筹。冯洞洞去花园浇水的时候，看到小燕的车停在薛灵桥家门外。小燕告诉薛灵桥，丁田是一个基因突变人，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他。6年前濒死的丁田在极端条件下发生基因突变，因此对于红时光的消失，小燕做出了有2种猜测：其一是其他基因突变人发现了他，并让他恢复年轻，他靠着自己之前掌握的财富继续作恶；另一个则更为可怕，红时光消失之前也在濒死状态，如果他和丁田一样发生了基因突变，那作恶的能力则不可小觑。小燕担心红时光会找薛灵桥和田径直的麻烦，因此特意来提醒他。田径直认为薛灵桥和小燕纠缠没有什么好事，他不希望薛灵桥出任何事情。在江医生的照顾下，田径直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江医生称之后他的小腹也会慢慢凸显。江医生提醒他们2人不要同房，他们都说彼此已经分手，如今还来往都就为了孩子。送走小燕之后，白鹿来到田径直家中。薛灵桥称小燕认为另外2起山洞杀人案是超级人类所为，白鹿也是这样认为。他已经派人排查了附近的超级人类，他认为除非是出现了新的超级人类，否则有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冯洞洞感慨自己这一辈子可能真的找不到女朋友了。薛灵桥看出他喜欢白鹿，可冯洞洞却矢口否认，可随后便感慨白鹿应该看不上自己，况且几十年之后若是自己死了，白鹿就要守寡。薛灵桥想起白鹿怀疑云珍是山洞杀人凶手，询问冯洞洞昨晚与云珍在酒吧里做了什么。冯洞洞说云珍花样作死，仗着自己的特殊体质到处勾三搭四。薛灵桥称，若是发现云珍做了什么奇怪的事，让冯洞洞一定要告诉自己。小燕接到热心群众的举报，在一个巷子的监控发现了丁田。丁田失踪以来一直没有联系父母，小燕怀疑他不想让父母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既然丁田已经被发现，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山洞杀人案上。方晓失踪的消息传到小燕耳中，他知道方晓做过红时光的秘书，觉得此事可能与失踪案有关，便提议把此案转到自己的分区，由自己负责。白鹿主动提出与田径直一起逛街，2人的眼光出奇的相似，他们看上了同一条裙子，最终决定轮流来穿。之后2人一起去吃饭，田径直问白鹿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白鹿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秀才，在镇上做教书先生，母亲是个富家女，可家近3年突发一场大疫，家里人都没了，自己侥幸活了下来。在这些年里，他在一个地方待几年就去另一个地方，等到计算机普及之后，仿佛到处都是眼睛，一个人过得越来越吃力。10年前，狮子找到白鹿，白鹿便追随狮子，不再躲躲藏藏。白鹿让田径直注意形象，最好把墨镜戴上。田径直却认为不会有人发现自己，他还故意在白鹿面前挖鼻子，没想到被一旁的粉丝认出并拍了照片。田径直见自己被发现，吓得立刻跑回了家。回到家后，田径直竟发现自己因为挖鼻孔上了热搜，网友都认为他没有距离不做作，对他的好感度非常高。白鹿来见月白，此时江医生十分虚弱地走了进来。原来江医生用实验室内其他成员的组织样本试着做了一个实验，他想看看2个超级人类的血液混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江医生拿一只同类的血液输到了自己的血管里，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像是回到了基因突变前重病的样子。江医生让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血液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代谢掉。月白询问江医生的进展如何，原来给警察提供线索的正是江医生，监控视频也是白鹿提前准备好的，他们的计策已经起了作用。小燕知道丁田不会死，便不再纠结于丁田的案子。云珍第一次与叶美笑约会，云珍闷闷不乐，叶笑美称若是云珍不开心，这次约会就不算。云珍立刻装出开心的样子。田径直和薛灵桥回到家中，他们刚一下车就发现田径直的爸爸妈妈早已到了田径直家。田径直称薛灵桥已经得了绝症，才会和自己分手，但因为他对自己太过思念，才会住在他家旁边。田径直爸爸听了信以为真，也感动得哭晕了过去，最后被田径直扶出了门。薛灵桥质问田径直如何把这个故事圆回去，田径直称反正薛灵桥1年半载后就会走。
到时候说他病逝就可以了。在回家的路上，田静植爸爸立刻恢复了正常。原来他早已看出田静植和薛灵乔想要复合，装作如此只是想避免尴尬。叶美笑用钱收买了云珍最近所有结交的女孩，成功让他们承诺离开云珍。他把每一笔钱都念给云珍听，云珍对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和他约会。二人在游乐园玩得十分开心，关系也渐渐缓和。小燕找到方晓最好的朋友，想向他了解一些信息。他称方晓的父母感情不和，方晓经常想让父母离婚。他还想起方晓曾经想自己要过一张没有用过的银行卡，称想要给妈妈存一些钱。小燕要来了银行卡号。江医生认为田静植的消化和吸收功能是无法突破的瓶颈，只能采取最终方案让胎儿迅速发育。虽然田静植也可能会有危险，不过维持现状也是温水里煮青蛙，同样不利于田静植和孩子。他们决定用薛灵乔的血促进孩子的发育，用针管给田静植注射血液。田静植摄入了薛灵乔的血液后，感到精神焕发。他在沙发上一不小心站立不稳，跌倒在了薛灵乔的怀里。小燕找到薛灵乔，质问他为什么给方晓汇过100万。原来薛灵乔当初见方晓勒索田静植，便给他汇了钱。田静植坐在公园里，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小男孩自称自己走丢了，没有名字。他说自己的妈妈不喜欢自己，让田静植为自己取一个名字。他不想再被叫小妖怪了。田静植突然想起自己对腹中的孩子就以小妖怪相称，吓得突然醒了过来。原来刚刚见到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他在晨练时睡着，身边正坐着冯洞洞。田静植立刻跑到薛灵乔面前，称孩子给自己托梦，他决定立刻给孩子取一个名字。田静植不知道孩子的生肖和星座，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取名字。薛灵乔问他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可田静植称自己也没有想好。薛灵乔问他为什么会做这种梦，他认为田静植一定是有心事。田静植称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他曾经不想要这个孩子，还为了孩子的到来感到担忧，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薛灵乔称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对，若是一个单亲妈妈辛辛苦苦地将孩子养大，孩子身上便承载着沉重的负担，无论当初做了什么选择，对于孩子都是最好的选择。田静植明白了，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会错过一些风景，所以无论什么选择便都是正确的。薛灵乔决定和田静植一起为孩子取名字，还一起去上育儿课，而只有凑够3对夫妻，育儿课才会开班。田静植便摆脱云珍与叶美笑、白露与冯洞洞来陪自己一起上课，还特意强调这个课程不算在云珍与叶美笑的约会时间内。小燕在家中突然发现房门不知为何突然打开，她却没有发现别人的踪影。正在这时，小燕突然听到房间内传来“你是在找我吗”的声音，随即房内的灯突然熄灭。那人让小燕不要再费劲了，因为他是不会抓到自己的。小燕认为这人就是洪世光，他用薛灵乔的血活了100多年，还盗用了别人的身份，而正是洪世光在山洞里杀了2名女性，因为他们的祖辈曾经和他结过仇。神秘人肯定了小燕的猜想，小燕举起枪想要将洪世光抓获，却不料突然被人勒住了脖子。田静植睁开眼睛，发现薛灵乔正在自己身边，他想要抚摸薛灵乔，却发现好像触碰不到。此刻田静植仿佛脱离了肉体，他看到薛灵乔精心地照顾自己，也看到了爸爸妈妈想念自己的样子。他站在自己的房间内，却突然间又置身于黑暗。他听到外婆在召唤自己，便一步步向外婆走去。此时薛灵乔发现田静植已经没了呼吸，江医生立刻对他进行抢救。这时的田静植在恍惚间仿佛听到了薛灵乔在呼唤自己，睁开眼后发现薛灵乔果然就在自己眼前。田静植称自己很困，他刚刚做了很长的梦，梦里看到了所有亲近的人，还有一个小男孩告诉自己不可以走过去。田静植承诺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薛灵乔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准备实施最后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需要田静植的同意。田静植立刻坐起来，表示只要可以救孩子，自己愿意尝试一切方法。江医生称他们决定移植婴儿，让白露替代他孕育这个孩子，不过他们无法预测这种方法的成功几率。即使移植成功，孩子作为寄生关系一样的存在，白露的身体很可能产生排异反应，这时就要看胎儿能否打败白露的身体，或者说服他的身体。田静植想到自己今后不需要薛灵乔的照顾，劝他可以离开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田静植体会到了超级人类的生存十分辛苦。薛灵乔让他不要再这样想，他称田静植给了他爱和孩子，今后他想要和田静植约会。二人之前不是在回避问题，就是在争吵。薛灵乔想与田静植像普通情侣一样享受恋爱的感觉，田静植当即答应和他约会。田静植在公司遇到很多粉丝，他亲切地与粉丝们签名合影，粉丝们都十分激动，纷纷表示要永远支持他。一个粉丝给他送来了一个巨大的巧克力蛋糕，可现在他的肚子里已经没有孩子，便不再有往日的食欲。田静植只吃了一小口，粉丝们要他像之前直播一样大口大口的吃，田静植只能答应粉丝的要求。吃完蛋糕后，田静植连连抱怨自己这辈子再也不想吃巧克力蛋糕了。田静植对舅舅说自己的病已经好了，让他赶紧给自己安排工作。田静植看到云珍拿了一束花，以为这是送给自己的，没想到这竟是送给白露的。回到家后，他看到冯洞洞也在给白露准备食物，内心十分嫉妒。薛灵乔邀请田静植一起去看电影，田静植抱怨她不担心孩子，还想着出去玩。
云珍指责薛灵桥不懂得哄女孩子，还把田静直气走了。田静直向白鹿抱怨薛灵桥竟在这个时间想要看电影，白鹿却认同薛灵桥的看法，想让田静直先好好照顾自己。白鹿认为自己为了孩子受这些苦是应该的，田静直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田静直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太过鲁莽，误解了薛灵桥的好意，但却又不想丢了面子去给薛灵桥道歉。他听从了冯洞洞的建议，打算多多认同对方的观点。夜里，田静直来到薛灵桥的卧室，让薛灵桥帮自己参谋明天直播要做什么内容。薛灵桥认为之前的扎丸子头就很不错。薛灵桥觉得今天的田静直十分反常，质问他来自己房间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没等田静直反应过来，他就把田静直压在了床上。田静直称自己来这里不是想和薛灵桥睡觉，让薛灵桥不要误会自己的意思。田静直说自己已经和书任前男友成了好朋友，薛灵桥现在也只是自己孩子的父亲而已。田静直跑出薛灵桥的家，感慨自己演技精湛，还好没有让薛灵桥看出破绽。云珍告诉薛灵桥，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他的时候，便会对他没有耐心且经常发火。他想到田静直对自己就是这样，心里一惊。田静直让薛灵桥给薛长安读童话书，他自己拿着望远镜悄悄观察他们二人。第二天，田静直称自己答应与薛灵桥一起看电影，并把早已买好的电影票交到薛灵桥手中。薛灵桥如约来到电影院，却看到赴约的人竟是白鹿。他们这才发现田静直的计谋。白鹿称他有喜欢的人，薛灵桥也早已看出了白鹿喜欢月白。二人想到既然来了，不如就一起看电影。田静直在角落里看到这一切，心中很不是滋味。薛灵桥来到定位到的地方，发现田静直已经醉倒在地上。原来他一直在和叶美笑喝酒，二人在一起控诉薛灵桥和云珍的罪行，直到酩酊大醉。薛灵桥为了找到田静直，把叶美笑家整栋楼的门铃都摁了一遍，惹得叶美笑不停地向邻居道歉。田静直责怪薛灵桥太过小题大做，导致自家一团乱。薛灵桥称自己是关心田静直，可田静直并不买账，让薛灵桥与自己保持距离。薛灵桥拉住田静直的手，他称现在虽然不是一个好时机，可自己已经不能再等。随后他便向田静直求婚，让她嫁给自己。第二天一早，田静直不停地做家务，企图逃避这件事情。原来昨晚田静直刚刚求婚，冯洞洞便来到这里准备接他们回去，田静直便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田静直认为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二人怕是连朋友也做不成。他嘴上称与薛灵桥人妖殊途，可又不忍心拒绝他。田静直再次偶遇薛灵桥，不知如何面对他，吓得赶紧跑开。小燕找到薛灵桥，称自从自己知道了基因突变人的故事，就不得不对同事撒各种各样的谎。薛灵桥知道小燕的感受，因为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小燕没有办法把事情告诉其他人，便只能向薛灵桥倾诉。他知道基因突变人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不想公开这个秘密。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的想法有所改变。因为基因突变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很可能给人类造成威胁。小燕的内心十分痛苦，她称自己如果接下来她发现山洞杀人案的凶手是基因突变人，就会考虑公开这个秘密。薛灵桥想起小燕对自己说的话，把云珍拉到自己家里，询问她昨晚去了哪里。薛灵桥怀疑云珍去了叶美笑家，可云珍拒不承认。原来薛灵桥当晚闯入叶美笑家时，发现他家的花瓶不知被何人打翻。田静直回到家里，发现薛灵桥精心准备了玫瑰花和蜡烛，准备再次向田静直求婚。他承诺自己不会离开田静直，而是会照顾他一辈子。薛灵桥从背后拿出钻戒，戒指的内圈还刻了孩子的名字。薛灵桥称自己一直深爱田静直，这次与孩子无关，而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田静直被薛灵桥的话感动，立刻给了他一个热情的吻，答应了薛灵桥的求婚，随后便把薛灵桥赶回了自己的房子。第二天一早，薛灵桥便给田静直准备了爱心早餐。他说下个月16是一个好日子，想要和田静直举办婚礼。薛灵桥竟已经找好了婚礼的数个方案供田静直选择，田静直不知如何是好。在薛灵桥上班时，田静直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发现薛灵桥竟给同事准备了喜糖。田静直见薛灵桥和另一个女生聊天，询问他们在说什么。薛灵桥称那个女生刚刚结婚，自己在询问婚礼可能遇到的麻烦。薛灵桥见田静直已经吃醋，感到十分安心。田静直称自己不想马上和薛灵桥结婚，薛灵桥答应按照田静直的步骤走，二人好好享受恋爱的时光。随后，田静直和薛灵桥一起逛婴儿用品店，二人一起憧憬孩子的到来。白鹿听到田静直和薛灵桥要保持恋爱的状态，认为田静直是想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田静直称想结婚的理由有很多，可不想结婚的理由却只有一个，他自己也没有婚姻运，还是保持现在的样子比较好。云珍换了好几套装备，准备去和叶美笑约会。白鹿和田静直都十分不满意。云珍以前一直想和叶美笑分手，可这次却如此重视，二人都摸不着头脑。云珍称自己想要把叶美笑迷得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等到最后一次约会的时候，就狠狠地甩掉她，让她因为得不到自己而痛苦一辈子，这才是属于自己的报复。田静直感慨云珍已经完全陷入了爱情。云珍早早起来，等了很久，叶美笑的车也迟迟未到，她感到十分焦急。直到9点，约会才正式开始。叶美笑见云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小吃街里显得格格不入，便亲自帮她摘下了领带。
薛灵桥在自己的衣服上看到了田静植的头发，便幻想起田静植在自己身边的样子。冯洞洞看到头发，以为自己清洁不力，连忙把头发拿走。田静植问薛灵桥还有多少古董，他想让薛灵桥卖给自己一个瓶子。薛灵桥见田静植管自己叫邻居大哥，十分不开心，逼着田静植管自己叫老公。田静植感到难为情，一直叫不出口。薛灵桥坚持不卖给田静植。见田静植对自己发火，薛灵桥称自己虽然不卖给他，但可以送给他，因为自己的一切都是田静植的。这时冯洞洞在一旁笑出了声，二人问他为什么最近这么开心，冯洞洞称自己追的 CP 终于在一起了。田静植听薛灵桥讲起白鹿有喜欢的人了，知道那人一定是狮子。他想起白鹿总是不介绍狮子给自己认识，一定是害怕狮子对自己一见钟情而使他黯然失色。薛灵桥称认识的超级人类已经够多了，在非常情况下，白鹿是不会介绍狮子给他认识的。薛灵桥对云珍讲起田静植最近经常炫耀自己十分优秀，还会吃醋，脑补一出抓 J 在床的大戏。云珍认为这是恋爱焦虑症的体现。田静植对白鹿讲起自己十分羡慕他可以永葆青春，白鹿称若是让薛灵桥一直给自己喂血就好了。田静植认为天意不可违，这样十分不妥。云珍教薛灵桥如何回答女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薛灵桥看到田静植正躲在暗处观看，立刻对云珍大打出手，让她不要教自己这样哄骗女人的小把戏。白鹿一眼看出了薛灵桥正在演戏。田静植想让云珍搬离薛灵桥的家，害怕她教坏薛灵桥。云珍感慨自己帮助过他们这么多次，如今却落得这种下场。岳特助告诉田静植，有一部自己公司参投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可以给他提供一个角色。田静植对可以选择的角色都不是很满意，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他告诉薛灵桥这个好消息，看到薛灵桥正在看幼儿教育的书，薛灵桥还称自己要保护薛长安，让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特异功能，以免被其他小朋友歧视。薛灵桥还说自己想要去薛长安的幼儿园当幼师。田静植见薛灵桥考虑的这样周全，询问他自己和薛长安他更爱哪一个。正在这时，薛灵桥突然接到了小燕打来的电话，另一位失踪的女性尸体在山洞被找到。小燕称她身体上有多处伤口，和前两个被害者十分相似。小燕怀疑这个凶手和基因突变人有某种联系，于是让薛灵桥辨认死者。薛灵桥认出了这正是之前云珍在酒吧搭讪的女生狐狸，可还是称自己没有见过她。小燕让薛灵桥留意基因突变人的组织，以免更多人遇害。薛灵桥回到家中，发现田静植还在客厅里等待自己。他让田静植不要为自己操心，为了他和薛长安，他是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随后，薛灵桥把田静植抱回了卧室，吻了他的额头便离开了。田静植去见叶美笑，告诉他云珍已经搬出薛灵桥家的消息。叶美笑知道下一次就是二人的最后一次约会，若是云珍还是要和自己分手，自己也只能答应。田静植称，若是他们二人强行在一起，会十分痛苦。白鹿发现了云珍和狐狸的关系，派人来抓他，却被云珍打跑。薛灵桥发现云珍悄悄回过自己家里，立刻来到他家，见到云珍正在准备逃跑。薛灵桥让云珍去和 S 组织解释清楚，云珍不听他的话，坚持逃走。田静植整日里魂不守舍，想念着自己曾经对孩子的期待。薛灵桥将自己和田静植之前为孩子准备的东西收入箱子，却如何也放不下未曾谋面的孩子。白鹿回到家中，他准备和大家告别。他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住在这里了，今后他准备换个新的身份，开始新的任务。大家可能想到今后与白鹿再也不能相见，都十分伤感。白鹿嘱咐众人多加保重，随后便离开了。外公和月白商量如何让田静植与薛灵桥分手，却迟迟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时田静植来看外公，听到外公悄悄地说孩子的事情一定不要告诉自己。月白称田静植的三表嫂已经怀孕了，田静植便也没有多想。田静植在为第二天的直播选择发型，薛灵桥拿着酒来找田静植。田静植称自己在外公面前说了他很多优点，薛灵桥问自己具体有哪些优点，还拿出一堆口红奖励田静植。田静植十分开心，大夸薛灵桥。薛灵桥询问他什么时候把自己从男朋友变成老公，田静植提议不如让薛灵桥把自己的别墅租出去，也好节省开销。薛灵桥不知这是在暗示还是一个陷阱，表示自己愿意住在田静植家里的客卧。田静植感慨自己没有魅力，同时又称赞他没有和云珍学坏。云珍不见叶美笑，十分抓狂。冯洞洞称人经常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有百爪挠心，可真正得到却没兴趣了。云珍抢过冯洞洞的手机给叶美笑打电话，可叶美笑称自己已经睡了，让他明天再打来。薛灵桥迟迟没有得到白鹿的回复，田静植认为薛灵桥的话太过冷漠，让大家一起录了视频发给白鹿。白鹿看着大家对自己说的话，想起之前在一起的时光，不知如何是好。小燕把丁田失踪和 S 组织有关的消息告诉薛灵桥，不过既然丁田不会死，小燕准备优先处理山洞杀人案的事情。薛灵桥称自己昨天去过山洞杀人案的现场，他观察到案发现场周围有更高更隐蔽的山洞，不过凶手却没有选择，因此真正的凶手能力一定在薛灵桥之下。这时薛灵桥收到了白鹿的回复，白鹿称自己在外地不方便见面，约薛灵桥在下午视频通话。云珍知道冯洞洞把自己不想去和他约会的视频给田静植看了，认为叶美笑就是因此对自己冷淡的。冯洞洞让他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视频通话时，
薛灵桥请白鹿在资料库里查找是否有符合条件的超级人类。凶手20世纪初生活在本地，和人结过仇，因此凶手一定不是在最近才基因突变的。凶手有能力带人到山洞里杀害。薛灵桥怀疑 Yes 组织招募的人可能向他们隐藏了真实能力。此外，凶手和红时光有过接触，还有可能了解过自己，这才会找自己身边的云真陷害。白鹿承诺会继续排查，并答应今后每天下午和薛灵桥交流案件的最新进展。薛灵桥在看田静植最新的直播时，发现她在广告里叫别人老公，想到自己每次要求时田静植都称叫不出口，感到醋意大发。薛灵桥还发现田静植在直播中和搭档有很多亲密行为，气得和云真一起借酒消愁。他都没有叫过我老公，他说叫不出口。我看他刚才叫得很顺啊。老公，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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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老婆。田静植都没有叫过我老公，田静植也没叫过我老公啊。房东大哥，你就知足吧。田静植已经答应嫁给你了，我女朋友现在还躲着我呢。你之前不也躲着他吗？都是你自己做的。那你现在这样也是自己做的。冯诺诺说，一开始都是田静植倒追你，你像个小姑娘一样扭扭捏捏，现在失去主动权了吧？我怎么样都比你好。我怎么了？只要练习好飞镖，我女朋友就会回来的。别自欺欺人了，女人一旦变心，你就算练胸口碎大石都没用。冯东大哥，要不你去当演员吧？当演员干嘛？当演员跟田静植搭戏，让他叫你老公。演戏不都是假的吗？刚才不也是假的？你为什么生气啊？对，是假的。我没有生气。继续看。声音就不要开了，听着烦。现在应该是互动环节，挑观众描述的恩爱画面，田静植和这个男模特表演给大家看。哦。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既然这样，太可恨了。喝酒，喝酒。这又是哪个无耻的观众提的要求？明明都是喝不醉的人，还在这里耍酒疯。喝不醉，连借酒消愁的权利都变没有了吗？没事，打你的游戏去。大小哥，你明天早上不早起查案了呀？查什么案？感情都搞不好，还查什么案？查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谈恋爱才是正经事。房东大哥，我感觉膀胱快炸了。我也是。叶美笑得知云真为自己抓狂，感到十分满意，很感激田静植给自己出的主意。白鹿询问之前研究月白的人是否还有在世的，月白称他们都在雪崩中丧生，当时的资料也全部被埋在了雪中。白鹿看了死者的尸检报告，觉得十分可疑，因为若是凶手只是找仇人的后代报仇，为何会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法，导致每个尸体身上都有多处伤口？白鹿发现每个尸体都有一处伤口在腹部，他怀疑凶手制造多处伤口的目的可能是在掩盖什么，因此凶手可能是在做某种研究。白鹿主内调查还有哪些人还在研究超级人类。白鹿询问田静植的近况，这时月白突然回到白鹿家中，白鹿立刻关了电脑。薛灵桥和小燕去方晓的出租房内找线索，他们在方晓家中发现了一个录音玩具，其中的人指认凶手竟是薛灵桥。经过调查，薛灵桥得知录音录制的时间就在方晓失踪当天，他怀疑有人以自己的名义约方晓去见面，而自己被方晓勒索的事情有很多人知晓。于是薛灵桥摆脱白鹿继续排查，
薛灵乔不断让田径直叫自己老公，还提议与田径直一起比心自拍。田径直猜出薛灵乔一定是看了自己的直播，他怀疑薛灵乔在吃醋。薛灵乔称自己知道演员的性质就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假的。田径直对薛灵乔有这样的觉悟感到很欣慰，他说自己是个很专业的女演员，因此在戏中和其他男演员有一些亲密行为都是很正常的。薛灵乔虽然嘴上不说，可内心却十分不舒服。江医生向月白报告白鹿的身体状况，并告诉他白鹿向自己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月白想起自己曾经偷偷听到白鹿打听田径直的状况，对白鹿起了疑心。云珍让冯洞洞带着自己买了钻戒，他听说田径直梦到了薛长安，也感到十分难过。二人想起白鹿，都十分挂念他。冯洞洞说自己曾经在白鹿与薛灵乔视频的时候给他安装了定位软件。云珍提出要去看望他，冯洞洞立刻同意。二人来到白鹿家附近的小区，准备在此等候2个小时。云珍发现白鹿还在怀孕，立刻和冯洞洞下车查看，可此时白鹿已经不见了踪影。白鹿回到家中，发现月白正在等待自己。月白质问他是否在和薛灵乔联系，白鹿并没有隐瞒，承认自己在帮他查找凶手。月白认为白鹿现在一次次打破自己的原则，如果让薛灵乔知道自己带走了他的孩子，那将带来极大的混乱。小燕听闻李教授越狱，想到他之前帮洪世光研究过基因突变人，可能隐藏了一些秘密。小燕怀疑他与山洞杀人案有关，决定再次探查。云珍出现在薛灵乔面前，不由分说打了薛灵乔一拳。云珍指责他把孩子送给了 S 组织，因为自己看到白鹿还在怀孕。薛灵乔知道孩子还活着的消息，也十分震惊，让云珍立刻带着自己去找白鹿。云珍让薛灵乔不要冲动，也不要告诉田径直。薛灵乔认为田径直有权知道这件事情，便立刻告诉了田径直。田径直想到外公曾经说过不要让自己知道孩子的事情，认为此事一定是外公联合 S 组织做的。田径直拉着薛灵乔去找外公，求他让月白把孩子还给自己。田径直称自己和薛灵乔在一起十分快乐，不管有没有孩子，二人都不会分开。田径直表示外公也一定不希望养子和孙女婿大打出手。外公软下心来，告诉了他们月白的住址。等到田径直和薛灵乔赶到时，月白已经带着白鹿离开，二人决定立刻前往机场。云珍也想要去帮忙，冯洞洞认为他身份特殊，不宜暴露身份，他让冯洞洞也给自己买一张去加拿大的机票，他在那边还有朋友可以帮忙。田径直和薛灵乔赶到登机口，他们在候机厅遇到了月白。月白称白鹿去了洗手间后就不见了，可二人并不相信他的话。月白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级人类的未来，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白鹿。他称若是二人不相信自己的话，可以去航空公司查。月白答应及时寻找白鹿，薛灵乔也只能等待消息。月白询问江医生是否知道白鹿去了哪里，江医生称自己并不知情，可此时江医生已经把白鹿控制起来。白鹿十分惊讶，江医生竟然可以隐藏得这么好。江医生称自己不会伤害白鹿，因为他不只是自己的筹码，还是自己喜欢的人。白鹿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江医生称自己非常想要得到行动能力，可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得到，所以自己才研制出了超级人类的兴奋剂。不过这个兴奋剂只能维持2个小时，而且获得的能力还比薛灵乔差得远，而且自己通过注射其他同类的血液，阴差阳错研究出了超级人类抑制剂。江医生称自己用薛灵乔和田径直的血液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兴奋剂，注射的时候可以获得薛灵乔的部分力量，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可以达到10个小时。江医生认为只有获得了能力才能真的配得上超级人类的称呼。白鹿见江医生已经有了心意，不知如何规劝他。云珍认为薛长安没事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应该庆祝一下。薛灵乔也称虽然没有把薛长安带回来，但至少证明他没事。田径直想自己可能是太过贪心，在知道薛长安还活着之后，还想尽快看到他。他还想要问问白鹿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冯洞洞怀疑白鹿有不得已的苦衷。薛灵乔称他喜欢月白，这才会认为月白说的都是对的。江医生自认为普通人类是低等生物，这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他们身上割了数十刀，还毫无愧意。原来他早就注意到了李教授和洪世光，还发现洪世光在薛灵乔血液的帮助下活了数十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案例。江医生早就与洪世光有过接触，这才在得知方晓发现洪世光留下的资料后，担心自己暴露，所以他以薛灵乔的名义把方晓约出门，并将他杀害。江医生没想到如此隐蔽的山洞也会被发现，洪世光的死也转移了注意力。他被云珍踢了一脚之后，便心生恨意，准备嫁祸云珍。他的目标本不是狐狸，而是叶美孝。可自己动手的当晚，田径直也在叶美孝家中，这才让他逃过一劫。江医生准备明天便把这一切告诉月白。田径直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还被薛灵乔拉起来跑步。薛灵乔见他十分疲惫，便把他背回家，还承诺一定会找到孩子。江医生找到月白，告诉他自己已经研究出提升超级人类等级的方法。他提议用薛灵乔做实验，把薛灵乔的红脊髓移植给自己。月白认为江医生太过有野心，江医生便给他讲述了自己基因突变的故事。原来江医生在基因突变以前是一个即将去日本学艺的学生，他的父母常年在郑老爷家做下人，他也常常感到低人一等。郑家的少爷和欧阳少爷经常混在一起，不学无术。欧阳少爷看中了江医生的心上人曼曼，经常调戏他。直到有一天，
二人让曼曼跟着自己来到咖啡厅，还出言不逊。江医生及时赶到，他难以忍受屈辱，出手打了二人。在争执中，郑家少爷不慎被倒下的装饰品砸中，伤情严重。面对老爷，江医生不得不下跪认错。老爷指责他是一个白眼狼，还将他们一家赶回乡下。在江医生一家离开时，郑少爷和欧阳少爷带人将他们团团围住，为了保存偶，他们把江医生一家活埋。也就在这时，江医生发生基因突变，侥幸活了下来。可江医生成了没有能力的基因突变人，只能四处躲藏，生活悲催。山洞杀人案的受害者，也就是从前欺负江医生的少爷的后人。他决心获得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不再受人欺负。江医生用白鹿来威胁月白，让他答应自己用薛灵桥做实验的要求。他约云珍今晚10点来自己的公司，想让他帮忙救助白鹿和薛长安。月白称对方的条件是把云珍放干血，在24小时送过去，就放了白鹿和孩子。云珍得知对方想要移植自己的红骨髓，而这一切都要以他的生命为代价。月白称自己在白鹿安全后会拼尽全力救他。云珍虽然知道自己生存的希望渺茫，而此时还欠叶美笑一个约会，可为了白鹿和孩子，他还是答应了下来。他称自己虽然喜欢吃喝玩乐，不喜欢被束缚，可自己既然生而为人，也懂得知恩图报。田静植一直闷闷不乐，薛灵桥亲自为他做了早饭。薛灵桥想到当初田静植对自己的厨艺总是大加赞赏，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却对自己态度改变，认为田静植是为了孩子才和自己在一起。田静植说自己只是担心孩子，还把薛灵桥做的饭全都吃掉了。冯洞洞尝试入侵机场附近的监控系统，看看能否发现白鹿的身影。田静植向薛灵桥道歉，薛灵桥让田静植不要担心太多事情，这一切自己都会处理好。冯洞洞在月白家地下的停车场发现云珍深夜去见了月白，在云珍的房间里，众人发现月白留下的字条，他们想到二人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月白把云珍带给江医生，被放干血的超级人类已经面目全非，江医生也认为这人就是薛灵桥。江医生把白鹿的地址告诉月白，随后带着云珍离开。月白在车上安了定位，把江医生的实时位置发给了他们。江医生的车因为堵车静止不动，田静植带领薛灵桥走环线，立刻追赶了上来。月白找到白鹿，准备带着白鹿开车离开。白鹿问他到底做了什么才让江医生放了自己。月白把自己放弃云珍的事情告诉了他。江医生发现车里安了追踪器，把追踪器扔到了路旁的草丛里。薛灵桥拜托小燕帮自己查监控，小燕锁定了江医生的车，并推断出他们可能去了李教授从前的实验室。江医生让李教授为自己动手术，小燕立刻前往实验室。众人赶到之时，发现实验室里满是血迹，云珍的衣服被扔在地上。薛灵桥发现云珍的红脊髓已经被抽掉。田静植不知道该如何向叶美笑交代，在薛灵桥怀里泣不成声。小燕想要田静植把尸体带去埋葬，可田静植不想让云珍一个人，坚持把她带回家里。这时薛灵桥和叶美笑同时收到了云珍发来的视频，众人眼前回忆起云珍之前和自己在一起的画面，都十分悲伤。第二天，小燕询问薛灵桥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薛灵桥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小燕。小燕的同事找到了那辆车，而李教授已经弃车逃走，而真正的幕后凶手还躲在暗处。薛灵桥决心找到凶手，为云珍报仇。他想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超级人类不是普通人类可以对付，所以而小燕只要协助自己就好了。月白和江医生离奇不见，薛灵桥准备去其他地方寻找。田静植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安全。白鹿和月白躲到一个酒店里，他们准备一直向西开车逃出中国。白鹿摆脱他打听一下云珍的消息。叶美笑来看看云珍，此时他已经被血泡了泡，恢复了原样。叶美笑称自己在云珍旅行和自己的最后一次约会之前，自己是不会和他分手的。叶美笑想要把云珍带回自己家，田静植认为他可能会给叶美笑带来麻烦，还是留在薛灵桥身边更为妥当。叶美笑也同意他们的说法，打算今后每周都来看望他一次。薛灵桥在月白家里找到了云珍的新手机，让冯洞洞看看能否发现凶手的线索。田静植怀疑凶手来自其他组织，他准备也和薛灵桥成立一个组织，之后便传位给薛长安。薛长安是目前唯一生下来就是超级人类的人，一定会有大批拥护者。薛灵桥认为月白可能也是这样想的。24小时过去，江医生的身体一直没能适应云珍的红脊髓。原来他发现田静植的血液可以成为薛灵桥的血液和其他超级人类的融合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红脊髓竟然是云珍的。李教授提出这红脊髓可能并不来自薛灵桥，田静植认为江医生十分狡猾，他那么说可能只是想要逃脱的借口，况且月白也不会坐视不管。薛灵桥听了后心情放松了不少。田静植的爸爸独自来到田静植家，称自己可能得了癌症，因为担心田静植妈妈看了受不了，所以就把化验单烧掉了。田静植要陪着爸爸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可爸爸坚持否认，他认为田静植有事情瞒着自己，可田静植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田静植觉得爸爸十分不对劲，他问薛灵桥是否会救自己的爸爸，他称自己不会强求薛灵桥，因为人各有命，自己也不会让他一次次打破的原则。此时云珍突然不见，田静植怀疑是江医生为了做研究把他偷走。田静植带着薛灵桥来到爸爸的家里，爸爸称自己曾在田静植的家里发现了云珍，以为薛灵桥一时失手杀了人，于是决定自己来替他定罪。
薛灵桥这才意识到爸爸是故意称自己得了绝症。田径直迫不得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月白来到田径直的家，原来白鹿得知云珍牺牲，感到十分绝望，决心把孩子还给田径直。月白被白鹿的坚持感动，于是带着白鹿回到田径直的家中。白鹿已经昏迷了1天1夜，薛灵桥这才知道江医生并没有说谎。薛灵桥约了明天上午10点去江医生的实验室见面。薛灵桥想到江医生十分喜欢白鹿，一定不会伤害他。冯洞洞按照田径直爸爸的指引找到了云珍的尸体，把他带回了家中。薛灵桥和冯洞洞抱着白鹿来找江医生，结果白鹿独自走进了实验室，还威胁薛灵桥不要跟进来。江医生让薛灵桥帮忙取回地下室的药剂，因为白鹿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才能进入休眠状态，那时候注射药剂才有用。薛灵桥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做。等到薛灵桥回来后，江医生已经消失不见，而埋藏在白鹿胳膊里的追踪器显示他们还在这栋楼内。冯洞洞认为应该是之前在冷冻室里温度太低的原因，追踪器停止了工作，估计要等白鹿的身体温度恢复之后才能显示新的位置。过了一会，追踪器又显示了新的位置，薛灵桥连忙前去营救白鹿。白鹿苏醒后劝江医生收手，江医生称白鹿的身体本来没有问题，只是在之前检查的时候自己发现营养针很快就跟不上孩子的需求，所以自己给他注射了薛灵桥的血清，所以他才会苏醒过来。白鹿认出自己现在待的地方是自己第一次招募江医生时候他待的那家医院的病房。江医生这几天一直住在这里，有一种回到10几年前的感觉。当年江医生在这家医院做护工，因为他当面指出了院长的错误，所以受到了院长的侮辱。那时候白鹿为了调查江医生一直扮作护士，那时白鹿的话语给了江医生希望。江医生说自己一直想要变得强大，是因为想要得到白鹿的青睐。白鹿称自己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力量而喜欢他，而是看他有没有在做正确的事。江医生因为移植错了红脊髓，导致身体十分痛苦，而目前能救自己的方法只有靠白鹿肚子里孩子的血液。江医生在医院里泼满了汽油，随后点燃了火。薛灵桥带着田径直和冯洞洞前去营救白鹿，可到达目的地之后看到的却是熊熊烈火。随后白鹿却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原来江医生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希望用自己的离开结束这一切，于是在放火自杀。3年后，薛长安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他十分聪明，可以一边看漫画书一边拼七巧板，就连老师也十分惊讶。田径直已经成了盛天娱乐的总裁。一天，他发自己有孩子的事情突然被媒体曝光，岳特助称现在有很多月白和田径直的 CP 粉，看着他们脑补过度，这才让记者发了薛灵桥和薛长安的照片。毕竟对付好奇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满足好奇心。薛灵桥接薛长安回到家中，他想立刻和举行婚礼，可田径直以自己想要演电影为由，坚持推迟2个月。薛灵桥称，既然2人无法达成共识，那不如就分开。于是带着薛长安回到自己家中。田径直怀疑薛灵桥外面有了女人，薛灵桥反倒怀疑田径直在外面有了别人。田径直怒称自己根本接触不到其他男人，随后他的身上就掉下很多小哥哥的照片。田径直连忙解释称，那是自己公司新签的艺人。云珍尸体所处的地方已经成了田径直家里的冰柜。田径直每天都要薛长安给云珍讲故事。薛长安在讲完一个故事后，称自己认为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会不会真正幸福，也会不断争吵。接着薛长安说，就算妈妈和爸爸分开，自己也要跟着爸爸，因为妈妈根本不会照顾自己，除了自己的爸爸，没有人会娶她。田径直没想到儿子以自己做筹码帮薛灵桥逼婚。夜里，田径直精心打扮，穿着蕾丝睡衣在床上等着薛灵桥，可薛灵桥却要去薛长安房间讲睡前故事。如果田径直不和自己结婚，自己也不要和田径直睡觉。2人打闹之时，薛长安突然走进房门，他们连忙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薛长安发现薛灵桥手中的书都拿反了，他说既然爸爸妈妈要做大人做的事情，自己就先睡觉去了。没想到薛长安离开后突然返回，把薛灵桥和田径直吓得措手不及。田径直一家3口到外公家聚餐，薛长安十分嘴甜，外公很疼爱他。田径直一家都催着他马上和薛灵桥结婚，薛灵桥也指责田径直玩弄自己的感情。这3年来自己一直做家务带孩子，可他仍然不断拖延婚期。一家人见气氛紧张，连忙带着薛长安去吃饭。小燕看出田径直一直在逃避结婚，她知道他一直很害怕，因为从前田径直一直十分倒霉，但这3年来却顺风顺水。田径直承认自己身处幸福之间，不想再做出改变，只要保持现状就可以了。叶美笑来到田径直家看望云珍，她听说薛灵桥坚持在下个月的28号结婚，怀疑那时他们2人特有的纪念日。田径直劝叶美笑早日走出悲伤，叶美笑称自己只是还没有合适的，如果云珍再不醒来，自己就摘掉钻戒。叶美笑了解了田径直的苦恼后，告诉他幸福就像气球，摊开手心它就在手里，握得太紧反而会爆炸。田径直催着薛灵桥准备请柬，薛灵桥怀疑他要拿去烧掉。薛灵桥见田径直态度积极，以为田径直的脑子出了问题。田径直问他为什么要选择28号，薛灵桥称那是2人相遇的日子，是自己的幸运日，选这一天举办婚礼十分浪漫。田径直竟认为清明节也很浪漫，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书中的元素。薛灵桥感慨自己老了，已经与田径直出现了代沟。幼儿园里，一个小女孩邀请薛长安一起玩跷跷板，可薛长安却坚持看漫画。小女孩认为薛长安不认识字，
薛长安却说自己和他不一样。小女孩认为有人说薛长安只有爸爸没有妈妈，她这才不愿意和别人玩。薛长安称自己有妈妈，而且还不只有一个，这个道理他们小孩子是不会懂的。小女孩不知道薛长安在说些什么，赌气说以后再也不要和一起玩了。薛长安突然在幼儿园里失踪，院长查找了监控也没有发现线索。薛灵桥来到幼儿园，发现了围墙旁边的脚印，原来薛长安是被白鹿和月白接走了。田径直曾教薛长安看过白鹿和月白的照片，并告诉他如果看到月白一人就赶紧逃跑，如果看到白鹿与月白二人则不用担心。薛长安这才会乖乖跟着他们去吃冰激凌。白鹿想告诉田径直一声，却被薛长安阻止。薛长安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才会在家里吵架。薛灵桥从3副脚印已经看出正是月白和白鹿带走的薛长安，二人这才放下心来。田径直还忙着和幼儿园院长拍照。白鹿带着薛长安回到家来，他们已经找到了理论上可以救活云珍的方法，决定等自己的医生回来后带走云珍。田径直和薛灵桥的婚礼如期举行。田径直的爸爸之前过外公让他搀着田径直的手走红毯，如今感到十分惋惜，在婚礼上愁眉不展。云珍此时也已经苏醒，以伴郎的身份出席婚礼。薛灵桥来到田径直房内，准备带田径直走。田径直立刻同意，可伴娘们认为这样太过草率，坚持不让。家伙虽然没出息，但我们不能这么容易让你们把人带走。天天不放啊！对，白鹿姐让我不放，我就不放。我是跟老大领了任务来的。未婚妻，咱们也是要结婚的，闹大了可不好看哦。我干嘛要跟一条冰冻咸鱼结婚啊？我今天还打算相看一下田径直的表哥的。丁田，我今天是伴郎，受人之托，助人之事，你今天就当还我个人情，不要再阻拦了。李警官，一人做事一人当，欠你的人情，我用肉偿，怎么样？哦，田小姐，我退下。这方豆豆，把 DV 关了。软的不行，来硬的了。你们还打算硬抢啊？抢亲，想想都好玩。大哥们加油！我给你们呐喊助威。方豆豆，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了。我必须听田小姐的，田小姐还送了我房子。可那是我的钱。到底想不想？我好急啊！薛灵桥和伴郎们只好抢亲。他嘱咐众人不许使用超能力，随后在一片混乱之中带走田径直。在外公的搀扶下，田径直一步步走向薛灵桥。在读誓词之时，田径直的爸爸刚刚开口，二人都立刻表示自己愿意与对方结婚。薛灵桥看着田径直的眼睛，承诺直到死亡将二人分开，彼此的情感也不会结束，自己会永远爱着田径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当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之时，田径直主动吻了薛灵桥。在众人的一片祝福声中，田径直和薛灵桥开启了幸福的婚姻生活。故事结束，以后还会更新类似故事，喜欢的一定要订阅，这样才能帮助小新坚持更新。下期再见。